心痛的同时，楚风心中涌现出的乃是磅礴的杀意。可楚风却并没有多问，而是赶忙释放出结界之力，将楚灵犀包裹。楚风已经无心去想其他，只想着尽快替楚灵犀疗伤。可这一疗伤不要紧，楚风的内心顿时一紧。按照楚风的实力，他原本可以轻易的帮助楚灵犀修复眼眸，可是眼下楚风却惊愕的发现，楚灵犀的眼眸无法恢复。楚灵犀伤的绝非简单的肉体，乃是灵魂，伤势极重。楚风可以帮助楚灵犀稳定伤情，保住楚灵犀的命，可楚灵犀的眼睛，楚风却无法医治。甚至楚风还发现，若不快一点医治，可能楚灵犀的眼睛将永远无法恢复。大师，请您帮帮我！眼见自己难以治愈，楚风不得不开口向梁丘大师求助。而在楚风开口之前，梁丘大师早就已经在身后观察着楚灵犀的伤势。于是楚风开口之后，梁丘大师也是赶忙接手。可是接手之后，就连梁丘大师这等人物也是眉头紧皱。楚风，你们先出去，我需要专心一点。梁丘大师说话间，便将楚灵犀抬入了大殿之内。而楚风等人也是不敢打扰梁丘大师，只能在殿外等候。前辈，灵犀这伤是何人所致？终于楚风还是开口了。他一眼就看出楚灵犀的眼睛乃是被人硬生生挖掉的。而现在楚风必须要知道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，做出了这件他无法容忍的事。是灵狐鸿飞。楚轩正法说道。灵狐鸿飞。听到灵狐鸿飞4个字，楚风也很是意外，因为楚风没有想到灵狐鸿飞会在这个时候找上门。而后楚轩正法便为楚风讲述了事情的具体经过。楚风刚刚被梁丘大师叫走，帮忙医治楚氏天族族长的伤势，灵狐鸿飞便上门挑战。挑战的正是楚风。而楚灵犀深知楚风替族长大人疗伤，无法出战，所以他便代替楚风出战。二人交手途中，灵狐鸿飞尽显对楚灵犀的轻蔑。明明楚灵犀是3品尊者，可是灵狐鸿飞却完全不将楚灵犀放在眼中。而楚灵犀也是不甘示弱，对灵狐鸿飞多次羞辱，其中一些话语也是惹怒了灵狐鸿飞。双方对决，言语羞辱乃是心理攻势，按理来说没有不妥，可是偏偏那一战的结果乃是楚灵犀败北。最重要的是，灵狐鸿飞怀恨在心，所以他不仅击败了楚灵犀，还故意挖掉了楚灵犀的双眼。因为来到这里的不仅是灵狐鸿飞自己，还有灵狐天族至尊境的高手，所以楚轩正法等人看着楚灵犀被挖眼眸，却是没有任何办法。他们修为实在太弱了，甚至想靠近都是不行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切发生。虽然楚灵犀眼眸被挖，看得他们和你说揪心，可修武者交手，就算肉身被毁，其实也是常事，所以他们本来还以为楚灵犀那只是轻伤，他们可以医治，可没有想到灵狐鸿飞竟然如此狠辣。他运用特殊手段从楚灵犀的灵魂挖掉了眼眸，那是一种不可修复的手段，所以楚轩正法等人根本无法医治。无奈之下，只能在此等候，等待梁丘大师他们出关后，再向梁丘大师求助。这混账东西得知事情经过，磅礴的杀意便自楚风体内散发而出。此时楚风气得双拳紧握，青筋暴起，莫说他的眼中怒火滚滚，就连他的身体都在发抖。此时的楚风愤怒到了极致，不仅杀意外放，在他的身体之内，杀意更是滚滚翻腾。楚风最忌讳的便是自己亲近的人被伤，更何况灵狐鸿飞还是以如此羞辱的手段伤了楚灵犀。我要去宰了他！楚风说话之间便想直接动身去找灵狐鸿飞算账。楚风，你冷静一下，你若是去，乃是白白送死。然而楚风刚刚动身，便被梁丘乘风拦了下来。他伤了灵犀，我不能坐视不理，必须要他血债血偿。楚风说道。血债血偿也要量力而行，你若要对付灵狐鸿飞，就要面对灵狐天族，是血堂的人，你都无法应对，你拿什么去对抗灵狐天族？梁丘乘风说道。那又如何？他们已经挑战上门，还伤了灵犀，我不能龟缩于此，就算死，我今日也要与他一战。楚风说道。楚风，他们已经走了。楚轩正法说道。走了？听得此话，楚风也是一愣，他不是来挑战我的，怎么就这么走了？楚风问道。楚风感觉很是奇怪，灵狐鸿飞特意来到楚氏天族，就是来挑战他的。他与楚灵犀交手，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意外。而就算楚风闭关为楚氏天族族长医治伤势，可仅仅过去了3日的时间而已。可灵狐鸿飞不远亿万里来到此处，所花费的时间绝对不止3日时间。他愿意在这个时候来挑战楚风，说明他迫切的想要与楚风交手。可为何连这么短的时间都不愿意等，就这样走了？我也不知道他为何会这样。他的确是因你而来，他也知道你在楚氏天族，甚至哪怕他在击败灵犀之后，也仍在叫阵，希望你能出去与他一战。可忽然间，他又改变了主意，带着灵狐天族的族人走了。不过临走之前，他也放了话，3个月后他会再次上门挑战，那个时候你若不应战，他就话到此处。楚轩正法却又有些犹豫了。前辈，我若不应战，他要怎样？楚风追问道。他说，今日挖掉灵犀眼眸只是一个提醒，3个月后他会再度上门挑战，那个时候你若不应战，他不仅要挖掉楚氏天族所有人的眼睛，还要废掉楚氏天族所有人的修为。楚轩正法说道。好，我就等他3个月，3个月之后，我不仅要当着灵犀的面挖掉他灵狐鸿飞的眼睛，我还要当着灵犀的面要了他灵狐鸿飞的命。楚风说这话的时候，连空气都变得格外冰冷，那杀意哪怕在场的老一辈人物也是毛骨悚然。他们都知道楚风是真的动了杀心，他是真的要杀灵狐鸿飞。可是先不说楚风能不能做到，只是楚风这抹杀意便让他们感觉不安。他们不是怕楚风做不到，他们害怕的
乃是楚风可以做到。灵狐鸿飞是何人物？那可是灵狐天族的未来。若是楚风真的杀了灵狐鸿飞，那灵狐天族岂会放过他楚氏天族？他们所有人都要倒霉。楚风，我知道你现在很气愤，我们的心情其实是与你一样的。可是事关我楚氏天族安危，你应当以大局为重。楚汉鹏说道。你说什么？猛然间，楚风看向了楚汉鹏，他的目光凶芒毕露，就像是要吃人的猛兽。就连楚汉鹏也是被吓得身体一颤，向后倒退数步。这一刻，那些原本还想劝楚风的楚氏天族长老，全都吓得脸色苍白，不敢说话。灵犀的仇，我一定要报。3个月后，不是他灵狐鸿飞死，就是我楚风亡。不怕死的就留下，怕死的就自己走。楚风说话间，将一块令牌丢向了楚汉鹏。楚风忽然丢出令牌，所有人都感到不解。可是仔细一看，莫说楚汉鹏和楚氏天族的众位长老，就连一旁的梁秋成风也是目光大变，因为这块令牌上面赫然写着祖武龙城3个大字，并且这块令牌如假包换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假的。而祖武龙城代表着什么，他们在场的每个人都很清楚。楚风，你是如何得到这块令牌的？楚汉鹏问道。祖武龙城城主答应过我族族人可以到那里避难。楚风只是说了这一句话，并没有太多的解释。他现在心情极差，没有那么多心情和耐心去与他们详细说明。而此时，楚汉鹏等人则是欣喜万分，能够到祖武龙城去避难，这让他们看到了生还的希望。倘若说得罪灵狐天族后，谁还能救他们的话，在这祖武星域，恐怕也只有3成了。忽然，那紧闭的殿门打开，梁秋大师走了出来。大师，灵犀他怎么样？看到梁秋大师走出，楚风和楚轩正法赶忙上前询问。可是面对楚风和楚轩正法渴望的目光，梁秋大师却是一脸惭愧。梁秋大师先是叹息一声，这才开口说道：被伤的乃是灵魂，寻常的治愈手段根本无用，必须尽快为他寻找新的眼睛，否则便无法治愈，甚至会永久性失明。梁秋大师说道：我把我的眼睛给他。梁秋大师话音刚落，便有一道声音响起，乃是楚轩正法。看着自己的女儿变成了这个模样，楚轩正法心疼不已。对他而言，只要能够让楚灵犀恢复，莫说是将自己的眼睛给他，就算用他的命换，他也能接受。可是对于楚轩正法的请求，梁秋大师却是再度摇了摇头。不行，寻常人的眼睛根本无法帮他，必须是天地奇物。天地奇物。听到这里，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。对，不是寻常的天地奇物，而是凝聚为眼睛的天地奇物。梁秋大师说道。这一刻，莫说楚轩正法面如死灰，就连楚风也是目露绝望。天地奇物不难找，可是凝聚为眼睛的天地奇物，楚风连听都没有听说过。这样的东西去哪里找？前辈，那您可知晓祖武星域何处有这样的天地奇物？楚风问道。在祖武星域还真的有这样一个天地奇物，它叫做深海之眸。若是能够得到它，楚灵犀的双眼定可医治。梁秋大师说道。前辈，那深海之眸在哪里？楚风和楚轩正法几乎同时问道。估莫上见明镜海。梁秋大师说道。什么？听得此话，就连楚轩正法也是面露绝望。估莫上见明镜海，那里是什么地方？在场的人都很清楚，那乃是当今祖武星域奇人遗迹之一，是传说之中藏匿着斗神之己的地方。可明镜海极其凶险，莫说挑战，哪怕提到这个名字，也会令人谈之色变。若是那深海之眸在其他地方，大家也许都会去试一试，可是若是在明镜海，那几乎就可以放弃了。我去。可就在此时，一道声音却是响起，是楚风。楚风，你可能不知道明镜海是何地，那里极其凶险。你见楚风要去明镜海，楚汉鹏则是赶忙开口相劝，他并不想楚风去冒险。然而他话还没有说完，楚风便说道：不用说明了，我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。听得此话，众人面面相窥，神色变得很是复杂。本来他们还以为楚风是不知者无畏，可现在才明白，楚风是真的决定要以身犯险。几乎与此同时，楚风便看了向梁秋大师。大师，灵犀还能坚持多久？我已用尽全力帮他延迟灵魂修复时间，可最多也就是7日，超过这个时间，就算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他。梁秋大师说道。什么？7日？只有这么短的时间？楚氏天族等人都目露绝望，而楚轩正法更是连站都站不稳了。若不是楚风搀扶住，他怕是会直接倒在地上。他们都知道明镜海是何地，也知道明镜海距离大千上界可并不近，就算在远古传送阵内运用至宝加快速度，可到达那里的最快时间也起码要15日，可给予他们的时间却只有7日，这无疑已经宣判了楚灵犀是死刑。老天爷，难道说你真的要夺走灵犀的双眼吗？居然连最后的机会都不给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惩罚就惩罚我好了，放过灵犀吧。此时楚轩正法那一张硬汉的脸上满是泪水，他在楚风怀中，楚风能够感觉到他的浑身都在颤抖，那是极度的绝望，绝望的已经近乎崩溃。楚风小友，你若要去，老夫可与你同行。老夫有1周，若是进入远古传送阵，可将时间缩短在5日内。梁秋大师说道。大师，当真？前辈，当真？听得此话，楚风和楚轩正法都是赶忙问道，就好像跌入深渊的2个人忽然看到了逃出深渊的道路一样激动。现在若出发，5日之内便可到达。梁秋大师说道。前辈，那我们现在便启程。楚风说话间便冲入殿内，将楚灵犀抱了出来。我也去。楚轩正法也是起身说道。刚刚还虚弱的连站都站不稳的他，此刻竟格外的精神。好。梁秋大师点了点头，然后又看向梁秋成风。成风，以免楚氏族长出现意外，你留下。而清楚眼下局势的梁秋成风自然也是应下。随后梁秋大师、楚风、楚轩正法
便带着楚灵溪前往了明镜海，运用梁丘大师的那可在远古传送阵内提速的舟。果真，他们在5日的时间内便来到了孤墨上界，并且这座远古传送阵位于虚空之上。当他们走出传送阵的时候，便能听到滔天的水浪声。抬头望去，黑云滚滚，漫天的暴雨倾盆下，而下方自然便是那传说中的奇人遗迹明镜海。只是此处乌云覆盖数万里，连绵不绝，暴雨也是覆盖了每寸虚空，而那浪花冲击的声音更如亿万猛兽咆哮，极其刺耳。可是那下方凶名赫赫的明镜海竟是水面如镜，就连暴雨倾盆落入海中都无法溅起波澜，平静的有些诡异。明镜海便是如此，表面看起来很是祥和，可明镜海之内浪潮如刃，落入水中，修为在5仙境之下的人会被硬生生的撕成粉碎，就算5仙境的也会伤痕累累，但那还只是入水之后便立刻脱离的结果。时间越久，伤势越重，而倘若深入，则如同进入地狱，每落一寸都距离死亡更近。至今为止，还没有人能够进入明镜海的最深处，哪怕你爷爷和你父亲也未能进入明镜海的最深处，所以明镜海才会被称为祖武星域最危险的地方，也被列为奇人遗迹之首。四时看出楚风的不解，梁丘大师开口解释道：“前辈，您既然听闻过深海之谋，那您可知道深海之谋的具体位置？”楚风问道。其他人进入此处，可能是为的是那藏于明镜海深处的传说中的兵器斗神之戟，但楚风来此为的却是那能让楚灵溪恢复视力的深海之谋。而楚风先前已经用天眼进行了观察，只是结果却很不乐观，他什么都没有观察出来。这明镜海远比他想象的还要深不可测，所以他便只能向梁丘大师请教了。我有一位老友，他常年待在明镜海，对明镜海很有研究，而关于深海之谋，他曾亲眼看到过，所以深海之谋的下落，我们需要去请教他一下。他的住处距离此处不远，只是他常年游荡于明镜海，不知道他是否在居住之处，只能祈祷他在了，否则我们自己去寻找深海之谋，无异于是大海捞针。梁丘大师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楚风和楚轩正法都是眉头紧皱，尽管早就知道不可能顺利的得到深海之谋，却没有想到这一开始就如此不顺，就连想得到深海之谋的下落都要听天由命。然而梁丘大师此话刚刚落下，一道身影便自传送阵中走了出来。当看到那位身影之后，楚风、梁丘大师、楚轩正法皆是满眼的惊讶，同时也有些慌张。出来的人乃是古明渊，只是此刻的古明渊浑身上下散发着热气，双眼满是血丝，肌肤更是布满烫伤般的伤痕，整个人更是虚弱的很。如他这样的高手，此刻竟然站立着，都是有些不稳了。明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看到这样的古明渊，楚轩正法心疼极了，走上前去便想搀扶住古明渊滚开。然而楚轩正法还没到近前，古明渊便大袖一挥，将楚轩正法震飞开来，随后来到了楚风身前，将楚风身后背着的楚灵溪抱在了怀中。灵溪看着自己怀中那双眼空洞的楚灵溪，古明渊的声音都在颤抖。古明渊刚出现的时候，脸上就满是泪水，可是此时他眼中的泪水却是如瀑一样不断的流出，他真的伤心极了。楚风甚至能从他那哭声中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，毕竟他们都很在乎楚灵溪。灵狐鸿飞，我要你灵狐天足，永无宁日。猛然间，古明渊仰天怒吼，声音震荡，就连下方平静的海面都被炸开，头顶的乌云更被吹散。古明渊的杀意比楚风之前所散发的还要浓郁，只是古明渊此话说完之后，却是身子一歪，昏了过去。前辈见状，楚风赶忙搀扶住了古明渊，与此同时也释放出结界之力，开始替古明渊疗伤。可这一感应不要紧，楚风发现古明渊极其虚弱，他的灵魂不仅滚烫，更是非常的混乱，就好像快要散掉一样。古明渊这等高手竟然处于性命不保的状态。紧接着又一道结界阵法浮现，将古明渊包裹了起来，是梁丘大师出的手。大师，楚风，明渊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就在此刻，楚轩正法走到近前，此时的楚轩正法脸上布满血迹，显然是古明渊刚刚将他推开所伤到的，但他却并没有丝毫记恨，反而是非常关心古明渊的情况。是燃烧了灵魂，楚风说道。燃烧灵魂。听得此话，楚轩正法顿时脸色大变，身为修武者，他岂会不知道燃烧灵魂的危险性？那简直就是自杀。于是他赶忙问道，他为何要这样做？应该是某种特殊的手段，可以用燃烧灵魂的方式来提升他的速度，否则他在我们之后动身，不可能这么快就追上我们。想必是他回到楚氏天族后，得知了你们女儿的事情，因为担心你们的女儿，所以不惜手段的追赶了上来。梁丘大师解释道。听得此话，楚轩正法十分心疼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扭曲的脸上泪水与血水混在了一处。楚风认识楚轩正法这么久，深知楚轩正法是一个铁血硬汉，哪怕众多修武者组成的讨伐大军兵临城下，哪怕噬血堂要屠灭楚氏天族，都未曾见楚轩正法退缩半步，也未曾见他流过一滴眼泪。可最近这几日时间，楚风已经记不清楚轩正法哭过多少次，但让他落泪的却只有2个人，一个是他的女儿楚灵溪，而另一个便是他的妻子古明渊。不管古明渊是否承认楚轩正法，可楚风看得出来，在楚轩正法心中一定是深爱着古明渊。明渊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楚轩正法再度来到古明渊身前，他涌动着泪水的眼中满是心疼，可是那只伸出去的手却只敢停留在古明渊身外，而不敢去触碰。看着这样的楚轩正法，楚风内心叹道：前辈，难道你不傻吗？楚风现在还记得，当梁丘大师说
楚灵溪需要眼睛的时候，楚宣正法毫不犹豫地说出那句话。为了他的女儿，他宁愿失去自己的双眼。回想当时的楚宣正法，再看看此时因为担心楚灵溪而不惜燃烧灵魂也要追赶而来的古明渊，楚风心中感慨万千。如果世间有爱，那最伟大的爱一定是父爱，一定是母爱。因为事态紧急，梁丘大师稳定了古明渊的灵魂后，便将替其疗伤的重任交给了楚风，而梁丘大师则是带着楚风他们去寻找他的那位老友。明镜海虽然表面平静如镜，可虚空之上却是常年暴雨，没有间断过一日。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，却有着一间茅草屋出现在了此处。那茅草屋不仅很小，看上去还很脆弱。正常来说，以明镜海的雨量，怕是瞬间的功夫就会将这茅草屋摧毁。可是这间茅草屋立于海面之上，乌云之下，风雨之中，却是连一片草叶都没有被吹走，顽强的让人感到神奇。而此处便是梁丘大师那位好友所居住的地方。梁丘大师的那位好友乃是一位神秘的存在，梁丘大师与他相识多年，却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只知道他姓朱。修武者的世界中有着很多隐士高手，这些人不为人所知，但却实力极强。而在梁丘大师的印象中，这位常年隐居于明镜海的朋友，便是他所认识的祖武星域隐士高手中实力最强的一位。这位姓朱的人不仅修为在至尊境，他的结界之术更是在梁丘大师认识他的时候就已是龙纹级圣袍。世人都说梁丘大师是祖武星域最强戒灵师，可唯有梁丘大师清楚，这位隐居于明镜海的家伙才是祖武星域最强的戒灵师。这样的隐士高人，他的居住之所自然不只是这个茅草屋这么简单。别看那暴雨皆是落在了茅草屋之上，可其实茅草屋外却是有着一层结界的。那结界不会影响天气，但却会阻隔修武者，那可是龙纹级圣袍戒灵师的结界阵法，寻常人根本无法穿透，就更别说发现这位隐士高人了。可忽然几道身影竟无视那结界，直接来到了茅草屋之外。这几位自然便是楚风和梁丘大师等人。在楚风的医治之下，此时的古明渊已经苏醒过来，虽然还很是虚弱，但却已经有了意识。唯有楚灵溪还在昏迷之中，真是幸运，这个老家伙居然在。穿过结界，梁丘大师的脸上便涌现出了喜色。他最担心的便是怕他的这位老友不在，因为他这位老友几乎很少在这里居住，大部分时间都浸泡在明镜海之中，并且每次出门最短也要半个月，最长甚至要几年。今日有急事找他，而他刚好却在，这也算是极大的幸运了。梁丘为何带陌生人来到这里？难道忘记你我的约定了？一道声音自茅草屋内传来，这声音不仅冰冷，还充斥着不悦，根本就不像是欢迎好友的样子。朱兄，我知道你不喜被人打扰，但我也是真的没有办法了，今日还请你帮帮忙。梁丘大师说道。有何事要我帮忙？屋内之人问道。我想知道深海之谋的位置。梁丘大师说道。深海之谋如此珍贵之物，我岂能告诉他人？屋内之人说道。朱兄，性命攸关，看在老夫的面子上，还请帮帮忙。梁丘大师说道。他人性命攸关，又不是你性命攸关。屋内之人说道。快点说，那深海之谋在哪里？否则我就拆了你的屋子。猛然间一声怒喝响起，是古明渊。古明渊本来就是暴脾气，更何况现在还是他女儿。性命攸关的时刻，他都愿意为了追赶楚灵溪而燃烧自己的灵魂，自然不愿再浪费时间。所有人都知道古明渊这不是威胁，他是真的会做出过分的事情。可是古明渊此话一出，梁丘大师则是吓坏了，不仅对古明渊使眼色，还暗中传音劝他不得动怒。因为梁丘大师他的这个朋友是典型的吃软不吃硬，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。好啊，我倒是要看看你是如何拆了我的屋子的。果不其然，屋内的那位不仅没有丝毫惧怕古明渊的意思，反而话语之中还尽显轻蔑。他完全就没有将古明渊放在眼中，而向来高高在上的古明渊，何时被人如此轻视过？楚风能够看到古明渊的眼中涌动着怒火，甚至隐隐间能够感受到古明渊所散发的杀意。此时的他就像是一座活火山，随时可能爆发，而只要他爆发，那便将一发不可收拾。楚风他们谁都拦不住古明渊。这种情况下，楚风、楚宣正法以及梁丘大师心情都是紧张到了极点。他们很怕古明渊动用武力，毕竟不管对方是否真的吃软不吃硬，可他毕竟是梁丘大师的朋友。梁丘大师不辞辛苦带他们来到此处，已是非常仁义。若是古明渊对其朋友动用武力，那可就是对梁丘大师的不尊重了。可是偏偏他们都知道古明渊是一个很不可控的人。可是忽然间一声闷响传来，下一刻楚风三人都是如同石化一般愣在了那里。他们惊愕地发现，不可一世的古明渊竟然跪在了地上。古明渊这个举动让楚风等人内心震荡。下跪这个动作看似简单，可也要看由谁来做。古明渊这种人骨子里都充满了骄傲，岂会向人下跪？更何况还是这种胆敢轻视于他的人。可是今日他却偏偏妥协了，而楚风等人都知道，让古明渊妥协的乃是楚灵溪。前辈，刚刚我多有得罪，前辈若要动气，怎么惩罚我都可以，只是求求您能否告知那深海之谋的下落？古明渊不仅跪下了，竟然还以卑微的口吻向那位道歉祈求。看着这样的古明渊，楚宣正法和梁丘大师的眼中布满了复杂，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古明渊去求一个人向老夫磕10个响头。老夫考虑一下。屋内传来那位的声音，只是这个声音响起之后，莫说楚风和楚宣正法，就连梁丘大师都是心中一颤，就连梁丘大师都是觉得他的这位朋友着实太过分了，一只小猫都有他的脾气，更何况这古明渊乃是猛虎中的猛虎，这样对待于他简直可以说是惹祸上身，甚至是自寻死路。可谁曾想那古明渊不仅没有动怒，
反而是毫不犹豫，他竟然真的去磕头了。然而就在古明渊的头即将磕下的时候，却有一只手护住了他的额头，将他阻止了。那只手不是楚风的，也不是梁丘大师的，更不是楚轩正法的，那只手来自一位老者。这位老者骨瘦如柴，脸色苍白，是那种像是患了重病的惨白。他的面容不仅丑陋，还是那种看起来很刁钻、很无情的面容。而他自然便是梁丘大师口中的那位好友。将古明渊搀扶起来后，那位便看向了那此刻趴在古明渊背上仍陷入昏迷的楚灵溪。看着此时的楚灵溪，就连这位老者的眼中都涌现出了一抹感慨。若非亲眼所见，老夫也不会相信竟有人能让古明渊跪的认错。小丫头，你可真是有些本事。那位老者淡淡的笑道：前辈，求求您了，求您告知我深海之谋的位置，我愿意用任何东西来与您交换。忽然楚轩正法也是跪在了地上，迫不及待想要医治楚灵溪的他开始向这位老者祈求。可面对楚轩正法的祈求，那位老者却是冷漠的一笑：与我来换，你这种穷鬼身上连把半成尊兵都没有，拿什么换那至高无上的深海之谋？此话一出，楚轩正法也是一脸尴尬。如老者所说，他的确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去换取深海之谋，他也是太着急，急着想要救楚灵溪，下意识的便说出了那番话。此时他也知道他这话说错了。前辈，晚辈无意得罪您，只是您也能够看得出来灵溪的情况很是危急，若是还有其他办法，晚辈也不会来麻烦您。前辈，您开个条件吧，只要您说，我们就算现在无法兑现，日后也定会兑现。求您告知我深海之谋的位置。楚风说道：你这娃娃倒是会说话。这话听得老夫心里舒坦。老者看向楚风，旋即问道：只是小子，你说什么条件你都兑现，那用你的命来还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楚风毫不犹豫。楚风不可。然而楚风此话一出，楚轩正法以及梁丘大师，包括古明渊在内，这三个人却是神色大变，几乎同时说出了劝阻的话。尽管他们也都希望医治楚灵溪，可却都不想用楚风的命去换回楚灵溪的光明。倘若真是这样来换取楚灵溪的光明的话，莫说是他们会心存愧疚，就连楚灵溪也不会原谅自己。前辈，倘若您真的想要我的命，我就给您。可此时楚风却是一脸坚决。尽管是楚灵溪主动要去与灵狐鸿飞一战，可灵狐鸿飞跑到楚氏天族来挑战，毕竟也是因楚风而起，所以对于楚灵溪如今的下场，楚风内心充满了亏欠。虽然楚风也不想死，因为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他甚至还没有见过他的母亲，没有见过他的爷爷，没有救回苏柔苏美，没有找到紫菱，也来不及和蛋蛋告别。可倘若此时要他死，他还是愿意，他真的愿意用他的性命来为楚灵溪换取恢复视力的机会。老夫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要你的命？那位老者淡淡一笑，旋即说道：不过你们需要知道，明镜海每年有7日的时间，浪潮最为汹涌，这7日的时间可以说是明镜海最危险的时期，没有人会在这个时期进入明镜海。而很不巧的是，现在刚好就是明镜海最危险的时期。最巧的是，偏偏是从今天开始的。若要等到结束，还需7日时间，但这个小丫头的时间似乎只有2日了，所以你们等不起。若要想帮她争取机会，你们就必须以命去搏。你们真的愿意吗？老者问道。我愿意。3道声音同时响起，楚风、古明渊、楚轩正法皆是毫不犹豫的便应下了。好，有种。那深海之谋并不属于老夫，它属于明镜海。你们若是真有本事将它拿到手，那自然便属于你们。而你们既然有这个胆量去挑战，老夫倒也想要看看你们能否成功。随我来吧。老者此话说完，便拔空而起。见状，楚风等人则是赶忙跟了过去。在老者的引路下，他们来到了一片与众不同的区域。明镜海虽然暗潮汹涌，可至少表面看上去极为祥和，甚至可以说是极美，美的不真实那种。但此时楚风等人下方的海域却与明镜海的其他海域不一样。尽管这片海域也是海面如镜，可是这片海水竟是漆黑之色，就好像那是一个能吃人的恶灵之口，让人看到便心生不安。深海之谋就在这下方，但必须提醒你们的是，深海之谋可没那么容易拿到，你就不要下去了，因为你就算下去了，也是白白送死。那位老者指着楚轩正法说道，并且说完此话后，他又看向楚风和古明渊，继续说道：哪怕你们2个也未必能活着出来。然而那位老者此话刚刚落下，下方便溅起2道水花，楚风和古明渊都消失了。他们2人已经进入了明镜海之中，唯有楚风的声音回荡在海面之上，暴雨之中。多谢前辈指点。楚风和古明渊几乎同时落入明镜海。进入这里，楚风不仅感觉寒冷刺骨，那种感觉就像是冰冷的刀刃不断从自己的身上掠过一般，越是向下，那感觉越是强烈。可好在楚风尚且能够承受，最重要的是在明镜海之外，楚风的天眼发挥不出任何作用。可当楚风落入明镜海之后，楚风的天眼终于发挥了作用。楚风可以看到，在这海水深处有着一道深蓝色的光芒。楚风断定那应该就是深海之谋。然而几乎在楚风发现深海之谋位置的同时，古明渊已是直奔深海之谋的位置飞掠而去。可是古明渊还未靠近深海之谋，便发出一声惨叫。楚风能够看到一股巨大的浪潮不仅将古明渊推了回来，还有大片鲜血自古明渊的身体流出。古明渊受伤了，并且这个伤势还不轻。前辈，楚风赶忙来到古明渊近前，想要帮助古明渊疗伤。可是楚风刚刚靠近古明渊，古明渊便再度动身。这一次古明渊的身上释放出了白色的光芒，那是一种仙法，是能够加快速度的仙法。仙法施展而出，古明渊化作一道白光，再度向那深海之谋冲击而去。然而这一次和先前一样，
古明渊还未靠近深海之眸，便被一股巨大的浪潮给冲击而回。可恶，根本无法靠近。古明渊此时浑身是血，一道道血淋淋的伤口布满全身，可是他的目光却仍凝聚在那深海之眸所在的方向。前辈，这名静海的压迫性似乎对境界没有太多要求吧？楚风问道。楚风之所以这样问，是因为他与古明渊修为相差巨大。倘若说这名静海的压迫性是单纯的力量压制，那古明渊所在的深度应该是楚风所难以承受的。可是现在楚风和古明渊处在相同水域，他们都承受着压力，可这压力似乎是相同的。是，明静海的压迫性是因人而定，无论是什么修为，所承受的压迫性几乎都是一样的。古明渊说道。可既然所有人进入此处承受的压迫性都是相同的，那为何梁丘大师说五仙之下进入这名静海便会被撕成粉碎？而梁丘大师的朋友也说楚轩正法前辈不可进入这里。楚风再度问道。随着修为提升，毅力也会提升，这名静海更多的是折磨人的毅力，若是毅力熬不住，灵魂就会散掉。五仙境以下的人毅力不足，就算明静海给予他们的压迫性与我们是相同的，可他们却承受不住。楚风，你也应该知道，你能够承受得住这里的压迫，是因为你的毅力惊人吧？毕竟你不只是尊者境的修武者，你还是圣袍界灵师。古明渊说完此话嘛，却又神色一变，问道：你为何忽然问这种问题？其实晚辈已有猜测，但却无法确定，所以想从前辈这里确定一下。楚风说完此话，便将目光投向下方。前辈，我刚刚有观察到，那将您击伤的浪潮乃是由一个小型阵法，我去将那阵法封锁，然后您再去取深海之眸。楚风说道。那浪潮和明镜海内的压迫可不同，那是会造成实质性伤害的。你看，连我都这个样子了，你若要遭到浪潮攻击，定会形神俱灭。古明渊说道。前辈，我觉得那浪潮和明镜海的压迫力是一样的，就算你我境界差距很大，可它带给你我的压迫却是相同的，我所承受的不会比前辈多。楚风说完此话，便准备向下方行去。不可！然而楚风刚要动身，便被古明渊给拉了回来。前辈，时间不多了，必须尽快拿到深海之眸，否则我们便白来了。楚风回头说道。那也不能拿你的性命去冒险。古明渊说道。前辈，您刚刚也说了，我可不是寻常的尊者境修武者，我还是一位圣袍界灵师，所以你应该相信我的判断。楚风说道。古明渊眼中闪烁着复杂的目光，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不行，要去也是我去，我去堵住那阵法，你去拿深海之眸。古明渊说道。前辈，您刚刚已经试过了，您做不到的，但也许我可以。楚风说道。不可以，我不能让你去冒险。古明渊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楚风的眼中闪过一抹狠色，随后紧咬牙关，面露痛苦，紧接着他的嘴角开始溢出血液。楚风，你在做什么？你疯了吗？见此情形，古明渊脸色大变，因为他已经发现楚风是在自损灵魂，这种行为简直就是自杀。前辈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请您尊重我的决定，放开我吧。楚风再度对古明渊说道。此时古明渊变得极其为难，他真的不想楚风去冒险，可是楚风太倔强了，如果他继续拦着楚风，楚风一定会继续伤害自己。那你小心一点，慢慢靠近，若是不行，立刻退回来。灵犀就算无法医治，顶多是失明，但肯定还有其他办法医治，但你绝对不能因此而丢了性命。古明渊最终还是放开了那抓住楚风的手。前辈放心，我有分寸。楚风则是淡淡一笑，随后便转身向那深海之眸的方向游了过去。而看着楚风下潜的背影，古明渊的脸上不仅充满了不安，眼中也是充斥着复杂的神情。若非亲眼所见，他也不会相信楚风竟然真的会为了楚灵犀不惜以身犯险，这可是在拿性命去冒险。当楚风和古明渊进入明镜海，想尽办法却夺得那深海之眸的同时，在祖武星域的另外一个地方却发生着另外一幕。灵狐天族有着一座禁地，此禁地常年封闭，除了灵狐天族族长外，任何人都不得进入，就连灵狐天族的太上长老也没有资格进入其中。可是今日这座禁地却被开启，这一次有5个人进入了这座禁地，其中2位老翁，1位老妇，而他们分别是太上长老灵狐文泰、太上长老灵狐雨花、太上长老灵狐博远。灵狐天族总共有着8位太上长老，其中5位是尊者巅峰，只有3位达到了至尊境，所以这3位在灵狐天族有着特殊的地位，乃是族长之下的最强战力。而这3位至尊境的强者便分别是灵狐雨花、灵狐文泰和灵狐博远。除了这3位太上长老之外，还有着一位中年男子，这名男子气质不凡，哪怕中年模样，却也无法掩饰他英俊的面容。不过他却有着一头白发，雪白的长发散落而下，直至脚底，再配上他那一袭白衣，可谓是极其的飘逸。他站在这里，面对3位太上长老，不仅没有丝毫畏惧，反而是那3位长老对其有些规矩的站在他的身后，因为这名男子乃是灵狐天族的最强者，当今灵狐天族族长灵狐志士。而除了灵狐天族族长和3位太上长老之外，还有一位小辈，这位小辈便是灵狐天族的最强天才令狐鸿飞。族长大人，鸿飞不想冒犯，只是我明明可以马上除掉那楚风，而您急着将我叫回来，我本以为族内发生大事，结果就因为这个阵法开启。此时灵狐鸿飞的内心极为不悦，他当日在楚氏天族外有着绝对的自信，可以击败楚风，可楚氏天族族长却发出紧急召回令。紧急召回令上不仅让他立刻回到灵狐天族，还告诉他与楚风定下3个月之后再战的约定。他以为有大事发生，便立刻赶回了族内，不成想只是这座阵法开启，要他入阵修炼。鸿飞，你应该知道，我准备这座阵法可都是为了你，而
而此阵开启时间有限，岂能错过良机？灵狐天族族长反问道：“族长大人，我知道您是为了我，可是那楚风害我受辱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”灵狐鸿飞说道：“只要你实力足够，若要对付他，何必急于一时？除非你害怕拖延时日，你不是那楚风对手。”灵狐天族族长说道：“我怕他，我只是想迫不及待地教训他罢了。”灵狐鸿飞说道：“既然不怕，3个月之后再教训他即可。而现在，你先入阵吧。”灵狐天族族长说道。此时，灵狐鸿飞将目光看向了那座所谓的大阵。那座大阵是一个洞口，洞口开启，映射出了血红色的光芒，甚至隐隐间能够听见恐怖的哀嚎，可是却看不见洞口内的具体情况。这样一座大阵，就连灵狐鸿飞都是有些惧怕。族长大人，这大阵内究竟有着什么呀？您只说对我有好处，却从未告诉过我到底是怎样的好处。灵狐鸿飞问道。与此同时，其他3位太上长老也都是投来了好奇的目光。只是面对灵狐鸿飞好奇的目光，灵狐天族族长却是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莫要多问，待你出来的时候，你会感谢我的。”听得此话，灵狐鸿飞也是倍感无奈，他还是第一次见族长大人这样卖关子的。灵狐鸿飞可就在此时，一道怒喝忽然响起，紧接着3道身影飞掠而来，为首的乃是灵狐月月，而另外2位乃是灵狐天族的长老。族长大人，太上长老大人，实在抱歉，我们没有拦住月月公主。落地后，那2位长老赶忙跪地道歉，脸上更是布满了恐惧。他们很清楚，这个禁地他们是不允许进来的。下去吧。族长大人摆了摆手。见状，那2位长老则是赶忙施礼，随后便如同脱离虎口一般，以最快速度离开了此处。月月，有事吗？灵狐鸿飞问道。灵狐鸿飞，你真是能耐见长了。你对付楚风，我没意见，可你为何要挖掉那楚灵溪的双眼？我听闻那楚灵溪可是一个女孩子，你这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灵狐月月问道。月月，你可要知道，那丫头出言羞辱我灵狐天族，我没有杀她，已经是仁至义尽。灵狐鸿飞说道。可就在此时，那阵法之内却忽然传来一声极为刺耳的怒吼，那声音非常的恐怖，将灵狐月月吓得脸色大变，赶忙躲到了灵狐天族族长身后。鸿飞，不用理会月月，进去吧，莫要错过了最佳时间。灵狐天族族长说道。而听得此话，尽管灵狐鸿飞也是有些恐惧，可还是硬着头皮走入了其中。当灵狐鸿飞踏入其中之后，那洞口便立刻封闭。父亲，那里面是什么呀？此时，灵狐月月看向了灵狐天族族长，而灵狐天族族长的脸上则是挂满了兴奋之色。那是一个能让你鸿飞哥哥再度蜕变的地方。当他再出来的时候，他便是祖武星域有史以来的最强天才。莫说那楚风，就算当年的楚轩辕和楚汉仙，也将成为过去。灵狐天族族长的话语之中充满了自信，而听得他的话后，3位太上长老以及灵狐月月虽然仍然不知道那阵法到底是什么，可却都意识到这座阵法的非同小可。父亲，您应该管一管鸿飞哥了，他现在变了，变得不像以前的他了。灵狐月月说道。月月，这才是你真正的鸿飞哥，只能说你以前并不了解他。灵狐天族族长说道。父亲，您的意思？听得此话，灵狐月月神色变化，眼中涌现出了不安。月月，以前我灵狐天族需要隐忍，但现在不需要。鸿飞，他没必要再做那个知书达理的年轻人，他现在可以做一个让天下人都畏惧的人。灵狐天族族长对灵狐月月说道。听到这里，灵狐月月眼中的不安更浓，似乎有很多话想说，可最终却一句都没有说出来。他在灵狐鸿飞的身上感受到了野心，可是在他父亲的身上，这种野心却更强，而他并不知道这对灵狐天族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。但他并不喜欢这样的灵狐鸿飞，也并不喜欢这样的父亲，可他却也很清楚，他根本无法改变这一切。族长大人，忽然有一位老者快速的飞掠而来，落在了灵狐天族族长身旁。只不过这位老者可不是寻常的长老，他也是灵狐天族的太上长老。尽管按理来说，哪怕是他也没有资格进入此处，可是此时灵狐天族族长心情大好，不仅没有责罚，反而态度很是和善，竟然笑着问道：“怎么了，族长大人？您看。”那位长老走上前来，将一个盒子打开。盒子打开之后，有一颗萤火虫般的光珠自盒子飞出。看到那光柱之后，灵狐天族族长的目光顿时变得凝重起来。那珠子之内似乎是藏着什么东西，只不过需要特殊的破解之法才能打开，必须是特殊的破解之法才行，并且只能一次破解，否则这颗珠子便会破碎。不过灵狐天族族长确实拥有破解这珠子的方法。珠子破解之后，那珠子便散开，便化作一道光芒体，进入了灵狐天族族长的额头处。而下一刻，灵狐天族族长的脸上则是露出了极为喜悦的笑容。传令蛋台天族、角里天族、通天兽族、梦魇鬼族。灵狐天族族长说道：“族长大人，要与星域主界进行最后一战了吗？”见状，灵狐天族的4位太上长老同时问道。他们虽然都知道蛋台天族以及角里天族他们与自己早已是联盟关系，可是除非关键时刻，他们是不必出手的。现在既然灵狐天族的族长大人传令于他们，便说明是有大的行动了。而对于这个问题，灵狐天族族长则是淡淡一笑：“战，准确来说是要将无名一族从祖武星域彻底抹除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的脸上涌现出一种情绪，那是绝对的自信。几乎与此同时，楚风和古明渊仍在那明镜海之中。此时，古明渊站在先前所在的位置，望着下方不断潜入海水深处的楚风，目光充满了惭愧和心疼。楚风真的做到了，他一点一点的下潜，硬生生的抗住了那一波又一波不断向他冲击而来的强大浪潮。尽管下潜的速度很慢，可是楚风却的确在不断的下潜。可是楚风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却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硬抗浪潮的结果就是肉身碎裂，
那不仅仅是肉身的碎裂，就连灵魂也会遭受极大的创伤。可是楚风却在肉身碎裂之后立刻重组，就好像没事人一样，宛如不死不灭，任凭浪潮如何冲击，他都能活下来，然后继续下潜。可古明渊知道，楚风并不是真的不死不灭，而是楚风掌握着特殊的手段，在对方的力量不是比自己强出特别多的时候，这种手段可以让自己拥有不死之身。而事实上，楚风也的确拥有这样的手段，那便是五行秘籍。五行秘籍乃是当初在祖武下界的时候所得到的秘籍。五行秘籍的力量原本极其强大，只是随着境界的提升，五行秘籍的力量开始失去了作用。但五行秘籍还有一个能力一直存在着，那就是相同境界之内，相同战力之内，楚风几乎是不死的。眼下楚风能够硬抗浪潮的冲击，正是依仗着这五行秘籍的力量。可以说，五行秘籍的这个能力是楚风一个保命，甚至发动奇袭的强大手段。不过，楚风到了大千上界之后，遇到的那些战力和修为与自己相同的人，几乎都不是自己的对手，而那些能够对自己造成威胁的人，实力便都比楚风强出许多。所以五行秘籍尽管让楚风拥有不死之身，可却失去了用武之地。但是此时，五行秘籍的不死之身终于再度派上了用场。这浪潮的力量带给每个人的力量和压制几乎是一样的，也就是带给楚风的痛苦和古明渊是一样的，那是一种只比自己强上一点点，自己无法抗衡，可这力量又不会将自己抹杀的程度。这种程度之下，楚风的五行秘籍就可以发挥作用。楚风利用五行秘籍的力量，使得自己不死，而缓慢的下潜。尽管时间耗费的比较久，可楚风还是成功了。一段时间之后，楚风已经来到了海底深处，他甚至已经能够看到那深海之眸。深海之眸总共有2颗，就真的只是眼眸大小，它们通体蔚蓝，就如同海水一般。可是若仔细只看，其中却仿佛蕴藏着海洋，那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海洋，美，当真极美。看到这2颗深海之眸，楚风的心里也是有了些许安慰，毕竟楚灵犀的眼睛是那么的美，几乎是无可代替的。可看到这深海之眸之后，楚风却觉得也许这深海之眸能够代替，因为这深海之眸不仅是一只极美的眼睛这么简单，它还蕴藏着强大的力量。若是将它放在楚灵犀的身上，可能在修武方面对楚灵犀也会有着不小的帮助。尽管楚风已经能够看清深海之眸，可是深海之眸距离楚风却还有着一定的距离，楚风根本无法将深海之眸拿到，所以只是短暂观察之后，楚风便将目光方向了距离较近的地方。那里有着一道类似洞口一样的结界门，而不断冲击楚风的浪潮正是从这结界门内释放而出的。楚风来到结界门前，布置出了一道结界阵法，凭借这道结界阵法将那道释放浪潮的结界门给硬生生的堵住了。尽管楚风无法彻底将那结界门封锁，可是至少他使得那结界门不再释放浪潮，但也因此楚风无法移动，只能站在此处。他必须不断的用自己的力量去压制那结界门，若是他离开，那结界门便会立刻释放出浪潮。前辈，交给您了。觉得自己成功之后，楚风大吼一声。听得此话，古明渊也是立刻动身，来到了那深海之眸的近前。然而古明渊还未靠近深海之眸，便出现了一股巨大的吸力，将古明渊所笼罩。又有一道结界门出现，就出现在深海之眸的不远处。只不过那道结界门与楚风封锁的这道完全不同，楚风所封锁的这道结界门是向外释放出浪潮，将人推走。可是深海之眸附近所出现的结界门却不一样，那道结界门所释放出的乃是吸力，是将人吸入其中，吸力很强，就连古明渊都是无法抗拒。尽管他用尽手段想要摆脱那吸力，可是自己的身体却仍在缓缓地向那结界门靠近。古明渊已经尝试了各种手段，比如结界分身、仙法、结界之术，甚至是秘技，想要去堵住那道结界门，可却是没有任何用处。古明渊的所有手段都被那结界门直接吸入其中，而最可怕的是，那结界门不仅散发出了吸力，它还散发出了极为恐怖的气息，那是死亡的气息。那气息让楚风和古明渊知道，绝对不能落入那门中，否则很可能性命不保。可恶！眼见不妙，楚风也开始想办法，想要帮助古明渊，只是奈何哪怕是他的圣级结界之术，也是没有丝毫的办法。眼睁睁地看着古明渊就要落入那可怕的结界门内，楚风心急如焚，可他却偏偏不能移动，他必须全力封锁身前的结界门。若是离开的话，这道结界门还是会释放出浪潮，那浪潮会向四面八方推动，而古明渊也在那浪潮的攻击范围之内，搞不好这浪潮会将古明渊直接推向那道散发着死亡气息的结界门。那样一来，不仅是害了古明渊，就连楚风自己也要被卷入那死亡的结界门之中。可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忽然一道身影自海上飞掠而来，那人竟然直接来到了那散发吸力的结界门之前，将那结界门的给挡住了。看到那位之后，楚风和古明渊皆是暗叫不好，他们都认出了此人是谁。此人乃是楚灵犀的父亲楚轩正法。那结界门如此危险，楚轩正法却落在结界门之前，这无疑就是找死。你怎么下来了？不是告诉过你，你的修为不能进来？见到楚轩正法，古明渊的脸上竟然涌现出了紧张和担心。这还是楚风第一次在古明渊的脸上看到这样的表情。一直以来，古明渊对楚轩正法的反应都是愤怒、厌恶，若非亲眼所见，楚风也不会相信古明渊竟然会担心楚轩正法。我是灵犀的父亲，我岂能让你们以命相搏，而我却在上面看戏？楚轩正法说道。可是你……古明渊还想说些什么，可是话还没有说完，楚轩正法便抢着开口，别说了，明渊，快抓紧时间去拿深海之眸，我快撑不住了。楚轩正法这话可不是玩笑，此
此刻他整个人，至少有一本的身体都进入了结界门之内，而在那青筋暴起的脸庞之上，更是布满了痛苦之色。虽说他的确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堵住了那道结界门，但他看他的架势，他的确是支撑不了太久。见此情形，古明渊哪里还敢犹豫，于是再度掠向了那深海之眸。这一次，他很顺利的便来到了深海之眸前，并且抓到了那2颗深海之眸。刹那间，光芒大盛，那是蓝色的光芒释放而出，瞬息便充斥了整个海域。这一刻，这片海域变得极美，那些汹涌的暗流就此刻竟然全部停止。只是奈何那结界门的吸力还在，而楚风所封锁的这道结界门也仍然还在。最重要的是，哪怕已经抓到了深海之眸，可是想将它拿走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。2颗深海之眸就好像固定在了那里，哪怕是古明渊这样的修武高手，竟也是无法将其撼动。猛然间，古明渊发出了怒吼，他释放出了极为强大的力量，力量太强，肆逆而去，就连海底深处的土壤都开始断裂外界，而这方海域更是出现极为强烈的震荡，如同沸腾了一般，开始剧烈的翻滚。忽然一声巨响炸裂开来，这片海域都是疯狂的摇晃，就仿佛世界崩塌了一般。不过可怕的是并没有发生，反而是那2颗深海之眸落入了古明渊的手中。只是此时明渊的目光却是投向了楚轩正法。楚轩正法整个人都进入了结界门之内，唯有2只手在死死地抓着那结界门。此时的楚风和古明渊都已经看不到楚轩正法了，但却能够听到楚轩正法的声音。明渊，灵犀就交给你了。结界门内传来楚轩正法的声音，而楚风能够看到古明渊虽然满脸的犹豫，但他却也知道自己的使命。咬了咬牙之后，他便拔空而起，向海面冲刺而去。唯有古明渊的声音在这海域之内回荡着：你们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回来救你们。当古明渊到达安全区域之后，楚风则是身形一纵，向楚轩正法所在的方向飞掠而去。楚风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楚轩正法就这样死去，他需要想办法将楚轩正法给拉回来。然而楚风刚刚离开自己封锁的结界门，那结界门便释放出了强大的浪潮，浪潮推动着楚风直奔那散发吸力的结界门而去。楚风猜对了，果然不能移动，因为那道释放浪潮的结界门仍然会推动于他。楚风，别过来！楚轩正法的声音再度响起，但当他声音响起的时候，他的双手却也是离开了那结界门。楚轩正法无法承受那强大的吸力，已是彻底落入了那结界门之内。而听得楚轩正法这句话，楚风的内心其实非常复杂。他身后现在有着强大的浪潮推动着自己，楚风就算想反悔也是没有机会了。不过楚风也没有反悔的意思，他既然做出了救楚轩正法的举动，自然也就做好了可能会死的觉悟。所以楚风没有任何退缩，而是直接钻入了那道散发吸力的结界门之中。此时古明渊已经回到了明镜海之上，2位前辈，灵犀就交给你们了。楚风将深海之眸递给了梁秋大师，而后又看了一眼那仍在昏迷的楚灵犀。此时的古明渊眼中满是爱意，但同时也有轻松。拿到了深海之眸，他就像是完成了使命一般。忽然古明渊身形一转，便想要再度进入明镜海。这一次他的眼中充满了决意，那是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决意。可是古明渊还未动身，却被一只手拦住了，乃是那位朱姓老者。这个丫头已经没有了父亲，你还想让她没有母亲吗？那位姓朱的老者问道。然而古明渊却并未犹豫，而是身形一纵，伴随着水浪冲天起，他已是落入了明镜海。朱兄，你能看到里面发生了什么？难道说楚风和楚轩正法遭遇了不测？此时梁秋大师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妙，不明真相的他赶忙询问起来。卷入这明镜海的死亡之门，我就没见有人能够活着出来。那位老者说道。死亡之门。听得此话，梁秋大师脸色大变。他与这位老者相识多年，所以从这位老者口中得知了不少关于明镜海不为人知的事。明镜海之所以危险，并不只是那对人毅力和灵魂造成冲击的暗流，在明镜海内有着许多结界阵法，有的结界阵法具有阻隔之力，而有的结界阵法则是具备强大的杀伤性。而据说其中最危险的阵法之一，便有着一道散发吸力的结界门。朱老头称这道结界门为死亡之门，因为被卷入其中的人都没有再出现过。难道说楚风和楚轩正法被卷入了那死亡之门内？梁秋大师问道。这个丫头的父亲被卷入其中，而那个小子则是自愿进去的，应该是想救这个丫头的父亲吧，倒是挺讲义气的，可惜却不知道死亡之门的可怕。朱姓老者说道。所以古明渊进入其中是要去救他们。梁秋大师忽然反应过来，自然是想不到这个古明渊竟也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，年轻真好，无所畏惧。老者淡淡的笑道。你明知道他要做什么，为什么不拦着他啊？梁秋大师的脸上有着些许责怪之色。老夫难道刚刚没有开口劝阻吗？朱姓老者问道。劝阻有什么用？你应该拦住他啊！你明明有拦住他的能力，为何不拦住他？那可是一条性命。梁秋大师有些愤怒地质问着。放心，有那冲击之门在，他根本无法靠近死亡之门。我刚刚劝他，只不过是想试探一下他，看看他是否真的如那小子一样有血性，真的敢去救人罢了。老者口中的冲击之门，便是那不断释放出浪潮的结界门。而老者也是说对了，没有了楚风的封锁，那冲击之门再度发挥作用，它可以将下方的楚风推入海底深处，从而卷入死亡之门，也可以将上方的古明渊反推回去，让他无法靠近死亡之门。古明渊就算再想救楚风和楚轩正法，也是没有办法。而最重要的是，冲击之门虽然一直在，可是那死亡之门却开始关闭。可恶，可恶！眼睁睁看着死亡之门关闭，而自己却无法靠近。古明渊发出悲愤的怒吼，怒吼响彻，
就连在明镜海上方的梁丘大师都是听得清清楚楚，但梁丘大师却也来不及再去理会那么多。他很清楚楚灵犀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所以他必须尽快让那深海之眸融入楚灵犀的灵魂。只是一番尝试之后，他却眉头紧皱起来。朱兄，这件事似乎没那么简单，还需要你来帮忙。此时梁丘大师已经将那2颗深海之眸放入了楚灵犀的眼中，并且运用手段想让2者融合，只是却发现竟然难以融合。无奈回下，他不得不向那位朱姓老者求助。梁丘，你虽达到了龙纹级圣袍的境界，可根本没有龙纹级圣袍的水平啊！见此一幕，那位老者发出了讽刺的笑声。先别挖苦我了，就这姑娘要紧。为利奥得到这深海之眸，已经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，若是无法治愈楚灵犀这个丫头的话，那老夫就太对不起楚风和楚轩正法了。相比于那位老者的风轻云淡，梁丘大师则是急得直冒冷汗，并且他的脸上布满愧疚之色。来找这深海之眸是他的提议，所以他觉得若是楚风和楚轩正法真的遭遇不测，那么他则是难逃其咎。就算没人责怪他，可他的良心上却也过意不去。他们是死是活，可不关我的事罢了。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就帮他一次。那老者淡淡一笑，旋即便将来到楚灵犀身前，用手掌遮挡住了楚灵犀的双眼。而当他手掌从楚灵犀的眼睛移开之时，楚灵犀的双眼已经闭上。尽管外表来看没有任何特殊之处，可是梁丘大师却是满眼惊叹。他看得出来，楚灵犀已经和深海之眸融合，虽然尚未彻底融合，可是只需要一些时间便会彻底融合。在他看来很难完成的事，这个老者却是轻而易举的便完成了。你这老家伙到底是有多强？梁丘大师神色复杂的看着那位朱姓老者，老夫的强怕是会超出你的想象。而对于梁丘大师的夸赞，这位老者却也是很不谦虚。既然你这么强，不如去将楚风他们救出来吧。梁丘大师说这话的时候，话音都降了不少，甚至充斥着几分祈求之意。他是真的不想楚风他们就这样死，过分了。梁丘，好歹咱们也是相识多年，你不希望他们死，就想我去冒险吗？万一我进去了也出不来怎么办？何况那死亡之门已经关上了，想救他们可没那么简单。朱姓老者说道。此时梁丘大师满眼的遗憾，他觉得朱姓老者说的很有道理，尽管他很想楚风他们得救，可却也不应该让朱姓老者去冒险。梁丘，你似乎很中意那小子，他是你弟子？老者问道。我倒是想，只是楚风他不肯做我弟子。梁丘大师说道。什么？居然拒绝了你？你可是祖武星域的最强界灵师啊！朱姓老者说道。别挖苦我了，你才是最强的。梁丘大师说道。我又不是祖武星域的人，我不能算啊，所以还是你最强。朱姓老者说道。此时的梁丘大师忧心忡忡，没心思与朱姓老者拌嘴，所以只是对他翻了个白眼，便不再说话。可是那位朱姓老者却是不依不饶。梁丘，别唉声叹气的了，那个小子这么不识好歹，你何必管他生死？朱姓老者说道。